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中秋节要到了，很多朋友在做月饼的过程当中，特别是像做蛋黄酥啦、绿豆凸、金月娘，甚至是太阳饼这类的酥皮类中式点心，很容易发生混酥、破酥或是层次没有出来的问题。今天就详细的做一集，分享大家怎么样成功做出中式的酥油皮。酥油皮也有人叫它层酥皮，它是由水油皮跟油酥两种不同性质的面团组合而成的。只要你想到的所有中式点心有那种一层一层酥酥的外皮，像咖喱饺、叉烧酥也都是，还有我超爱的牛舌饼也是。学会酥油皮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变化出各种不同的点心，蛋黄酥、芋头酥还是绿豆椪，想做哪道都可以。赶快来备料咯，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首先来做水油皮，也可以叫它油皮，用调理机、搅拌机手揉都可以，然后加入的清水可以是冷水也可以是滚水，我是觉得冷水滚水都可以。稍微揉一下呢，可以刮一下盆，然后分成小块状再打一次哦。如果是手揉的就揉成粗糙的面团没关系，如果面团揉的比较粗糙一点，记得就放冰箱冷藏松弛隔夜的面团我觉得效果最好。如果想要立刻使用，最好把面团打出薄膜，那我这个还是粗磨的阶段呢，没有打到薄膜，所以我还是放冰箱冷藏松弛隔夜，效果会更好。接着可以来制作油酥的部分，一样可以先制作好放冰箱冷藏，想要包之前现做也可以，建议新手用猪油比较好操作。我影片是用无水奶油，稍微比较粘手一点，用无水奶油就是奶香味比较重，猪油版就是很中式点心的风味，也很香，但更好操作一点。无水奶油版就是稍微放冰箱比较好塑形。另外这一份是猪油版的油酥，可以明显看到比较不粘手，好操作。取用的量通常会比水油皮更少，那我这边大概取了13克一份，我这个是要做蛋黄酥的外皮，就把每一份稍微的揉圆。这个就是油酥的部分，天气如果太热的话，一定要开冷气制作。接着来看冷藏松弛过后的水油皮，这个是松弛隔夜的水油皮，可以轻轻的拉开，会发现它已经产生薄膜状了。有这个薄膜状有韧性哦，比较容易把油酥给包起来，才不会擀一擀就破酥。接着我们就把水油皮给分割，跟油酥一样分成10份，每份水油皮大约是23克，建议每一份大家都要用秤精准测量一下。接着把水油皮一样塑成圆形，不用到很圆，大概就好，因为要准备把水油皮包入油酥，然后记得只要油皮有点紧就松弛一下。取出第一份水油皮，上面铺一张保鲜膜，把油皮擀成圆片状，铺上保鲜膜会很好操作，直接把油皮包裹住油酥，就是把油酥当作馅料包汤圆的概念。每一份都相同的操作手法，记得表面一定要盖上保鲜膜，防止干燥。包裹完最后一个的时候呢，我们取出第一个做好的，记得收口处朝上，稍微压扁一点，表面一样铺上一张保鲜膜，擀成牛舌状，从中间往上往下擀开，大约各擀个2次就好，完全不需要来回一直不停的擀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哦，加了保鲜膜之后呢，这个表面几乎完全不会破酥，因为保鲜膜就像人造皮一样可以保护它。接着把牛舌状从上往下收卷起来，这就是第一次的擀卷，上下呢也可以整理一下哦，收一下，让每一卷的面团长度都差不多。全部卷完之后可以取出第一个卷好的，已经松弛了大概15分钟了。接着我们来做第2次的擀卷，一样铺上保鲜膜在面团表面，从中间往上往下来回擀卷2回，顶多再擀多1次。接着就可以撕开保鲜膜，一样从上到下卷起来，2次擀卷就完成了。一样要再松弛一下，再做下一个动作，手指按压面卷中心，然后2头往中间捏合，感觉变成新的一个小圆形哦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压扁，一样铺上保鲜膜后再擀，纹路朝上，擀成一个圆形的面皮，可以边缘稍微薄一点。一样要记得一个原则，就是面团紧的时候要松弛，松弛过后的面团就很好擀开。有纹路的那一面贴紧馅料，然后放入虎口，慢慢的收，就是让皮可以慢慢的包裹住馅料。馅料可以是各种，想做芋头酥的就包芋头，
绿豆碰的就是包绿豆沙。那我这边只是一个示意，底部就尽量收好，不要爆馅就可以。照着今天这集的做法，保证可以做出漂亮的酥油皮。蛋黄酥的详细做法，大家再参考另外一片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酥油皮的成品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可以层次丰富，又酥又脆又香又好吃？除了蛋黄酥之外，大家还想看到牛舌饼还是绿豆凸呢？请留言。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